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石江。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呢是，餐具或家里面瓶瓶罐罐的去除异味的问题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桌子上呢放了4样东西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用的这个餐具，第二个呢是这个我们通常旅行或每天用的这个水杯，一般是保温杯，有的人呢叫随行杯。第三个呢是一个玻璃瓶，这个玻璃瓶呢比较特殊，是泡菜瓶。它的特点呢是气味比较重。最后一个呢是这个辣椒酱的瓶，也是一个玻璃瓶，它的特点呢就是说也是气味比较重。我们把这个1、2、3个这个瓶呢作为一个代表来讲它如何去除里面的这个气味。然后这个餐具呢，大家都知道它去除异味呢是非常简单的。今天呢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，并且我们最后呢会以这个辣椒酱的玻璃瓶，去除异味为例呢，跟大家做个演示。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到水房里面去。第一件东西呢就是普通的餐具，它的特点如果是上面有气味的话，一定是暂时的，非常简单，我们只要利用这个面粉和它就可以了。所以干面粉涂在上面，让它空气当中放那么半小时或者1小时以后，再在热水里面一搓呢，它气味就会没有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这是一个瓶，就普通的这个冷水或者开水的水杯，我这个是个保温瓶，它的里面如果有气味的话，主要来自于这个里面的水长期在里面结构形成的。它的特点呢，它的结构是带一定的碱性的，但是呢是低碱性的一个东西。我们要使它长期保持这个干净，这个醋酸在里面泡一下。那么醋酸在里面泡的时候，醋酸在什么时候对这个出垢有很好的作用？就是说在稍微温水，就水温比较高的时候。所以我们通常做法，我们先在这个杯子里面倒点这个醋，然后再加点这个开水进去，那么放盖子盖起来，放半小时或者1小时以后，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这样洗了以后还洗不干净，表示你这个里面的这个气味已经非常的严重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用这个芥末，实际上芥末不用太多，实际上搞这个1公分到2公分长的，如果这种地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粉末的，你只要舀那个1茶勺，最多2茶勺放在里面，放到这个杯子里面，然后把这个温水倒进去，这样就是让它泡这个半小时或者2个小时也可以。这样泡了以后呢，用热水里面冲干净都可以。如果还有气味，另外一种物理的办法就是这个面粉。所以这2个连在一起呢，我们先是芥末除味，第二个是这个面粉。这2个呢，在这个一做在一起呢，一般这个气味就会除掉了。下面这个瓶子呢，就是一个玻璃瓶，泡菜用的玻璃瓶，它的特点呢，就是说里面呢实际上是没有明显的这个结构的，我们看出来所以是透明的，但是呢，它气味是非常重的。泡菜瓶里面它的这个酸碱性呢，一般是这个杂质呢是偏这个弱酸性的，芥末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就用芥末，一般就能解决问题。1次不够，可能洗2次。这样才进行，每次至少泡2个小时，就能把里面的气味搞干净。用芥末洗了，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芥末的味道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再用面粉去除芥末的味道，这是比较好的，也是比较安全的这个选择。下面一个可以说我们一般的瓶子里面是最难的一个，就是辣椒酱。辣椒呢本身有很强的这个渗透力，这是一个特点。第二个就是辣椒本身有很强的这个气味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辣椒酱我们通常用的时候，它都是有油的，和这个泡菜的不一样。泡菜表面是没有油的，这是辣椒酱，这个是泡菜瓶，它的共同特点，气味是非常非常重，但是它的这个物理化学特性呢，可以说相差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我们先用这个芥末，然后用这个面粉或小苏打，用完了以后再回去用芥末，然后用这个小苏打或这个面粉。我想一般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个餐具都介于这4种之间。这4种更难的有没有呢？有，实际上比如说这样一个东西，这个我们通常装牛奶的这个牛奶罐，第一个特点它是塑料的，
第二个就是说里面装的是牛奶，所以这两样东西在一起呢，我个人觉得用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没办法把它清理干净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来讲一下哪种最容易呢？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餐具，那我们就用这个辣椒酱的这个罐子为例，水槽里面做个演示。实际上第一步我们做什么？就第一步通常我们用过里面有很多这个残渣或油，像在热水里面这样洗干净就可以。下面就在这个杯子里面放这个芥末，这样，对，这个，然后这个里面放热水，也就是温水，然后放进去以后，我们通常首先要使得这个芥末它比较均匀的化在这个温水里，能保证它比较有效的这个出味道。然后我们就放在这个水里面，这个连续的放这个半小时以上。那么一般说来2小时呢，它的味道就比较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时间觉得这个可以的话，放24小时呢也可以的，就出掉的更加干净一些。如果对你来讲比较方便呢，可以这样的再拿起来把这样抖动，说翻过来是抖动一下。在这个时候，瓶子里面水呢不适合装得非常满，留一定的空隙，这样抖动起来比较方便。好了，这里2个小时以后呢，我们来了以后，首先做是把这个水直接倒掉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水打开，这里面全部清理。这实际上第一步就这样完成。如果你的这个里面气味不是很长，这样洗一下呢，实际上味道就不会有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在里面这个放小苏打，小苏打是为进一步除掉它的玻璃瓶表面的这个油。大概用茶勺，这个放1勺左右就可以。这个面粉倒多少？面粉进去大概先倒进去以后，盖子盖好，然后这个瓶子这样一抖了以后，这刚才我们不是用水洗过，面粉就会粘在这个瓶子的四周，要保证粘完了以后，有一部分面粉还沉在这个底上，底上的高度是多少？如果你能高度有2公分的这个面粉的高度是最好。好，这样放掉以后，里面的干面粉里面还有这个小苏打，这个时候就让它这样放着。这个时候吸附呢，实际上比刚才用这个芥末用水呢，它的速度呢实际上要慢。为了促进它的过程呢，我们如果能够经常的对它进行整动，上下的移动整动，它对吸附呢是有非常好的作用。就这样放多长时间？放2小时，这已经总共加起来有2个小时了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步怎么做呢？我们把这个瓶子打开，把这个水，这时候放什么水呢？放冷水，就是这样，放冷水放进去，这个时候再抖动。好了，我们这样，然后把这个倒掉，然后你再用热水或者洗涤精洗一遍就可以。这个是整个清洗的这个过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。朋友们，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或看法，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